时候拍照会进入一个惯性当中。成长的过程中不可能只有一种情绪，在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现象里边去寻找一个什么答案，慢一点去看世界，慢一点去按快门。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来了三三两两摄影工作室主理人三三老师。三三两两呢，梁老师没有梁老师，很多人都以为我叫三三，应该还有一个人叫梁梁，但其实没有。开不开心？我们今天有请三老师介绍一下自己，为什么工作室的名字叫做三三两两，这个很有意思的名字。最初是因为我叫三三嘛，就感觉我当时做这个儿童摄影嘛，那个时候市场上像我这种家庭纪实的这种拍摄非常少，所以呢就感觉这个三三两两好像是比较小众，不是很大众化的那种感觉。其实本来我大学毕业之后从来没有想过要接触摄影这个行业，后来就是买了一个相机。有一次我就是回我妈那边，她正好在家里边整理，拿出一些我小时候的照片，就有一张是我跟我奶奶在养福克，然后那张照片就挺触动我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奶奶已经去世了，看到这张照片就能一下把这个记忆给拉回到那个时候去。当时我就想，如果说作为一个摄影师记录小朋友的成长的经历很有意思，很有意义。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在网上看到了一组滨田英明的照片，就是滨田英明拍他两个儿子嘛，就感觉我那个想法就好像一下子找到了一个口，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我开始接触到拍小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中来的。因为呢，我也接触到一些拍摄方面的有两种是最难拍的状况，一个就是小动物，那另外一个就是小朋友。所以你在接触儿童摄影有没有什么拍摄的诀窍呢？就是能把这个画面能呈现到你想要的那个状态。其实也不算是诀窍吧，拍小朋友的时候应该是一种比较沉浸式的体验。小朋友其实是非常敏感的，如果你是一个成年人的这种感觉的话，他就会比较紧张，比较排斥你。不要想着让他来配合你，你要想着怎么去配合他们，让他们放松下来。有一些比较外向的小朋友，他放松下来之后开始进入那个逗你玩的那个模式，就非常顺畅。你说的这个秘诀嘛，可能就是忘记自己是大人这个事儿，放下自己的偶像包袱。三三两两的作品都是一些感觉非常自然、非常美好、非常温馨、很童趣的一些画面。这个背后真实是这样吗？就是当时的你在拍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很抓马、很头疼的一些？这个出现的比例还是很高的。2016年到2019年这4年的时间我拍了一个小朋友叫 NONO， 我们会不定期的见面。这个小朋友特别内向，基本上就是每次见面吧，要大概1个多小时的时间，他都会躲在他妈妈身后，不敢见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是拍到了很多的他这种又哭又害怕那种表情的照片。他又是一个内心很丰富的一个小孩，当你去偷偷的观察他的时候，你能拍到一些奇奇怪怪又可可爱爱的画面。我也有看到过你拍到的一些照片，确实是比较出彩。整个作品上来说的话，我们可能不光是有欢声的笑语。成长的过程中不可能只有一种情绪。其实我很喜欢的一个日本的摄影师叫梅加代，我就是特别钟爱日常生活中那种惊异的一些瞬间，在你看照片的时候就感觉忍不住的就是嘴角要上扬。梅加代他就是拍了一些街拍的小朋友的照片，就有一张一个小孩坐在他妈妈的自行车后座上，他是从后面去拍的这个小孩就这样从后边这样仰头，然后冲他做一个鬼脸。我觉得小孩就应该这样，毫无顾忌，无忧无虑。你在接下去的时间作品方面，你还会有什么想法和规划吗？我呢是前年冬天的时候吧，拍过一个快80岁的老人，从他晨练买菜，就一路跟着他回家做饭，跟老伴一块吃饭补课这样的一个过程。除了拍小孩之外吧，老人的这种生活状态也是挺吸引我的一种题材。你做的事情更像是一种纪录片似的，就是说你是用静止的影像去完成。他有拍小朋友，有拍老人，旅行身边的小物件，包括宠物。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可能是你商业上的一些东西，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你自己拍的这些东西。我会经常带着我的胶片相机出门，我最常用的这个相机是美能达的 X700，是一个别人嘴里边的一个胶片的入门级，但是我就特别喜欢用这个相机，因为它很轻，而且呢它是手动对焦的一个相机。这个世界感觉速度特别快，但是当你用这个相机去拍照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在拍摄的过程中节奏就放慢了。当你给自己加一个条件的时候，你就不得不慢一点去看世界，慢一点去按快门。我们把相机这个东西叫做快门，它是在一瞬间去记录一个东西的那种美好。但是你刚说慢一点去按快门，这个慢可能不是说时间或者速度上这种物理空间的这种慢，而是它更加深入的去体会摄影的这个动作。那你看我手上也有一本这个川岛小鸟，它是有插画，然后有一些摄影的作品，看上去也是很记录的那种感觉的东西。像这一类的摄影师呈现出来的更多是一种自然的、诚实的这样的一种表
表达。你认为在摄影当中，你更多的是忠实的去记录那个瞬间，还是说我构想出这个画面，所谓的那个 idea？ 其实我当时拍 NONO 的时候，就是受了川岛小鸟他的这个未来将写真这本画册的一个启发。川岛小鸟他拍未来将滨田英明记录他的2个儿子，你看了之后就感觉这一切都是非常的顺其自然、忠实记录的。但是你说他们在这种拍摄的过程中就没有安排吗？肯定也不能。他有一张未来将在一个鱼缸后面通过水给它映衬的变形，小孩这么小的话，也许需要你去引导他一下，去亲一下这个鱼啊，这个时候你给他拍下来。所以说所谓的这个巧妙的创作，它的巧妙其实是在于让照片看上去更像是忠实记录，或者说在巧妙安排的一个基础上保持一个忠实记录。巧妙的安排和忠实记录应该是不冲突的，不是一个选择题。有时候拍照会进入一个惯性当中，可能会拍着拍着人就疲倦了，靠一种本能再去工作再去拍摄。像你这么多年的工作下来，有没有什么能让你觉得可以得到一些快感满足的地方？比如说你在路上走的时候吹过一阵风，你闻到这阵风里边带着糖炒栗子的香味儿，这个呢就是一种人间烟火气的一种感觉嘛。照片啊，它跟这个是一个初衷的，你能从老人也好，小孩也好，他的情绪或者事件中也是能捕捉到这种人间烟火气的感觉。这个就是促进我去拍这些画面的最大的一个动力。我觉得我们这个类型的摄影师，或者我们看纪录片这些人，会喜欢在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现象里边去寻找一个什么答案，而不是说去被动的接受这个答案。这个东西其实是有一点反潮流的一个东西，它不是一个你在这个流媒体时代快速的去吸引眼球的审美的一个取向。特别是我从3322工作室的作品当中，我看到的它并不存在着那种炫技，我要去展示我是一个多么厉害的摄影师，它就是一张很本真的照片。每次按下快门之前，你都是要考虑很多事情的，光线了、构图了，但是这些东西都是为了能够更好的表达画面中的这个故事，或者说这种情绪，为这些去服务的吧。因为从你的作品当中能发现，你是一个更贴近于非常自然的状态，我们所谓的现在讲的这个慢生活。那你私下里的这个生活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吗？我觉得我自己私下里的生活也挺幼稚的，好像比如说我过海边的时候，没有很着急的事儿，我就会拐个弯，然后到沙滩上去捡几个石头打几个水漂。我觉得可能说不到这个慢生活吧，我就是挺爱玩的，挺幼稚的。我对慢生活就觉得你不要去太认同这种主流价值，一旦卷入到一个主流价值里面去，你必然会被这个社会带的这个节奏会很快，就不要跟着大家一起卷起来。我跟一些小朋友相处的时候，我就会等等，我弄一下我家猫。